妈的，什么人？你可知我是谁？没兴趣。气杀老夫！气杀老夫！受死吧！尸解轮盘，你身上有血气，何事？师父，弟子今日在后山遇着个人，那人自称是除妖修士，可弟子用旺气术看过，他血煞甚浓，弟子没信，把他杀了。你修行不到1年就敢跟邪修动手？哎呦，弟子被逼无奈，他让弟子替他护法，弟子没办法，只好先下手为强。他是什么路数？魂幡祭炼，恶鬼成群，还有惑人心神的妖眼。是阴魂宗的人，靠激进亡魂提升修为。那魂幡炼成千魂时，能困杀金丹真人。你要是再晚一步，怕是就回不来了。师父教训的是，也罢，杀便杀了，也算是为民除害。不过，你若会几手符法，当场就能看出他那幡子的端倪，你动手能更加从容。弟子明白了，师父。弟子还从那人身上取回一样东西，是结子纳须弥，可变化大小，能装经祭炼的阴魂鬼物，好宝贝。每日早晚以灵水温养，不出一旬便能随心使用。弟子能用？自是能用。对了，师父，那人还修了一门尸解轮盘，您可曾听过？不曾。世间法门多如牛苗，为师又不是神仙。过几日随我下山，路上得闲了再慢慢讲给你听。弟子领命。下山之前先把符法学了，咱们清风观好歹是正经道门，不要只会打打杀杀。弟子明白。下次再遇这种事，先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，有些错犯一次便后悔莫及了。弟子记下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凝练本命3剑，须以修士尸身为引。今日怎能这样邪门？这是邪修吧？最低都要一具筑基修士的尸身，我上哪儿去弄？唉，不想那么多，先练符法吧。小师弟，等你回来。师兄放心，头一回下山，机灵点，听师父的话。知道了，大师兄。师弟，这是以前借的旧书，帮我还给香雪书斋，还有些碎银，师弟随意处置就是。多谢三师兄。路上吃，早点回来。路上小心。师姐保重。走了。
下官渠县陈寿，奉县尊之命来接道长。怎么下了山，师傅这架子端得比山门还高？道长，我们整理出来的事情有：刘家老宅闹鬼，王寡妇诈尸，徐家村丢了3个孩子，白水河闹水鬼，还有猫儿岭土匪劫道，义庄丢失，乱葬岗刨坟。土匪的事回冠再理会。好，一切都按您说的办。继陈道长可算把您盼来了。小徒清选。这位是李秀才，精通阴阳术数。这位是法明师傅，从万憨寺来的。这半年来，县里积了7桩怪事。头一桩，城东刘家老宅空了7、8年，去年8月开始夜里有哭声，邻居吓得搬走了好几户。那宅子在下看过，阴气是有一些，不过嘛，做场法事压一压便好。那就去瞧瞧。道长舟车劳顿，不如先回来再吃。陈大人，您在外头接应便是。这怎么行？下官虽然不才，可临阵脱逃的事儿，下官不。大人在外面接应，贫道反而安心些。在下与你同去，我走后面为你略阵。看出什么了？鼎元和枝头阴气最重，这下面有东西。这是镇魂术，得是懂些道行的邪修才使得出来。将活人的发丝和鲜血混进铁水里浇筑成桩，桩打得越深，魂魄压得越死。宅子压在它上头，它脱不了身，久而久之，怨气渗透每一块砖瓦，这宅子便是活的阴宅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本以为世上早没人在用这等邪术。别 K 头啊！你何时学的瑞金和画图2门法术？贪多嚼不烂。师父放心，如若单个活法修行，弟子便不学了。劳烦法师，将这镇武中人好生超度吧。五行全通，好小子，明日随为师去办件事。弟子领命。奇怪，在山上明明最烦人伺候。拿这个做什么？弟子想预防不测，想着这魂灵能提个醒。今日不除妖。那师父昨晚不是说要办件事儿？随我来。哎呦，继承道爷！给他量量，做一身德罗袍，1双云履。这位是我徒弟，关门弟子。道长，看看要什么布？细麻的200文，棉绫的400文，素绸要1两，
这是同华部。用这个，袖口再织些金线，剩下的算工钱。弟子多谢师傅。往后要行而不错，方能屡见致远。弟子谨遵教诲。走吧，回去用膳。这粥凉了，换一碗热的来。是。这小菜也咸了，换一碟。软塌塌的，娘能入口。李秀才，怎么，道长有指教？捡起来吃了。道长好大的威风，不过是一碟酱瓜，我便是扔了砸了，与你何干？我浪荡江湖多年，见过饿殍满地，也见过一子而食，浪费粮食，我忍不了。少在这指手画脚！你不过是个道士，难不成还能消我功名？是，我消不了你的功名，却能消你的脑袋。行了吧？你为何如此？师父，弟子觉着这人有鬼。昨日他言行举止虽有交金，却还算知礼。今日突然跟换了个人似的，太像演的了。若我所料不差，他是想借故脱身。二位道长，李秀才方才说身体不适，不能同行了。你欲如何？将计就计，瓮中捉鳖。手折魂，再折宗，三折双翼护成风。起！我先前是如何嘱咐你的？无事莫来寻我。如今你这般贸然找来，就不怕引火烧身？我又何尝想来？那两个道士着实厉害，刘家那东西眨眼便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那道士恐怕已瞧出端倪。那也不能这样冒险。今日在驿馆，我故意寻衅才脱身，那道士恐怕已瞧出端倪。再不想办法，咱们的事儿早晚要败露。岐山道的妖人，专研采阴养煞、驱鬼害人的邪法，惯用的伎俩，先遣鬼作祟，再装高人除祟，攫取财物。师父，这两人祸乱乡里，可否由弟子出手？不可轻敌。妈的，什么人？你可知我是谁？没兴趣。我可是岐山道的，你要是识相，就赶紧收手。就这，歪门邪道。你以为杀了我就完了？不然呢？今日你便是杀了我，岐山道上上下下的高手也会替我报仇。届时你又杀得了几个？能杀一个，便是一个。奇怪，明明杀的是修士，为什么是灵？
还书？对，王石去年8月末借的。租子共计2钱4分，你要接着租还是？可有新到的书？掌柜，就这些。好，每月我拢共收你50文，祝飞下次还书再结。这次只结上次的2钱4分即可。道长留步，我家少爷中了邪，逢人就咬，求道长发慈悲，好歹去看一眼。带路。在动手之前，有些事还需先问一问。你倒的确有几分小聪明，可惜等死了再告诉你。贫道沈回，七鹿山清风观继承真人座下弟子，道号清玄。这些我们知道，放心吧，烧纸的时候不会叫错名字的。我不是怕你们烧错了纸，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们知道，自己要死在谁手里，以免做了糊涂鬼。你掐诀太慢了。前你来的人难道没告诉你，不要靠我太近？你难逃一死！不是岐山道的人。炼师宗白骨堂。师父，白骨堂是什么？我这一辈师兄弟共有4人，大师兄资质最好，入门最早，后来在镇泽军回龙渡遇事一1000年大妖，尸骨无存。你师祖为此悲痛欲绝，不出3年便以化归真了。那其余2人呢？大师兄死后，你师祖曾将2师兄当作衣钵传人培养，可惜心性不正，终究走上了歧途。小师妹便是死在他手上的。师父临终前将剑匣传给了我，2师兄觉得师父偏心，觉得我不配，当着灵位与我大吵一场，当晚便下了山。先是自立白骨关，没过多久又拜入炼师宗门下，摇身一变成了那白骨堂的堂主。所以今日来找你麻烦的，便是你那师伯派来的。该来的总会来。他忍了这么多年，如今忍不住了，说明他已时日不多。你也无需担心，那人修为虽强，与我不过仿似，而我就在昨夜打坐之时，心头忽有所感，已寻到一丝破镜的机会，不出3年，我必能结丹。真的？岂能有假？为师在筑基境界搓磨了将近100年，
如今契机圆满，结丹亦是应有之意。那剩下的几件事，徒儿来处理。若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再来请师傅出马。带上他，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便打开剑匣。徒儿带走了，师傅您拿什么斗法？老夫剑术虽强，五行术法也是不弱。金丹不出，谁又能奈我何？便是当真打不过，逃跑也没有问题。我知你心智坚定，遇事果决，这是好事。可你也要记住，有些时候该低头便要低头，真到了要命的场面，逃跑不丢人。我观你那火法虽然凌厉，似乎对你性情有些影响。时间一长，是否会乱你心智？不会，只是竭力催动过后，会有2、3性子冷淡些。那也要好生控制，否则平日里性情浮太大，旁人瞧着还以为你是个喜怒无常的。师傅放心，徒儿省得。师傅加油！徒儿等着喝您的结丹酒呢。明日可是2月初4，是2月初4，怎么了？你且收拾东西，明日往张家村去吧。好。这些人是往何处去的？道爷不知道，今儿个2月4、5，哀牢夷社稷，方圆几十里的夷人都要赶去张家村。难怪师傅昨晚特意嘱咐。道爷一会儿要不要去看看？不了，先去办事。好吧。贫道要先去寻李正。好嘞，我同道爷一块儿去。看这打扮，您可是清风观的道长？贫道沈回，清风观弟子。此番是来查王寡妇的事情。道长来得不巧，今儿个社稷，村中规矩，祭祀期间不谈外事。道长若不急，且先住上一晚。那便叨扰了。道长请便，晚饭管够。道爷，你不去试试？是什么？那些姑娘在挑男人嘞，这是夷人的规矩。姑娘若看中谁，就把自己的发带或锦缎塞给他。若是2人看对眼，自然就成了。哦。道长，你不厚道。修行啊，修行。又是他，3番4次来抢人头。法明师傅，巧啊！阿弥陀佛，沈道长确实巧了。2位既然认识，便一道去吧。那寡妇的事，路上说。那寡妇姓王，逃荒来的。他爹娘为了换几斗粮，把她卖给了村里一个叫郎和的夷人当媳妇。郎和是个病秧子，婚后没2年便死了，留了个儿子，刚生下来也病怏怏的，瘦得像只猫，村里人都说养不活。可王寡妇拼了命拉扯，那孩子竟然慢慢好起来了，看着比同龄的娃子还要壮实。可谁知道，那娃子有天下河洗澡淹死了，养了7年，母子连了心，说没就没了，换谁能受得了？阿弥陀佛。自那以后，王寡妇就有些疯了，公婆指着她骂，说她克死了儿子，又克死了孙子，是个丧门星，动辄打骂，日子比猪狗都不如。后来，她肚子慢慢大了起来，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吃了观音土发胀，可后来才发现是怀上了，所以进猪笼了。可不敢，那是犯王法的。那他是怎么死的？是被他公婆打死的。杀人也是犯王法的。问他棺材哪儿来的？他说是
一个汉人送的，是不是个书生？是，他说那人姓李，是去年的事情。够了，道长是来帮你们的。道爷，他动了。取黄纸和朱砂来。贫道画的这道叫连心符，不论人鬼，血脉相连者，此符可变。且看看这孩子的双亲到底是谁？内乱乃十恶之一，一大说屡犯者当流2000里，强者绞。不睦也是十恶之一，儿媳无因杀之罪而擅杀之者绞。你个老畜生，丢尽了全村人的脸！你让老子往后出去怎么见人？生前受尽了苦楚，死后也不该再造祸了。寻个地方，好生安葬，别再让他受委屈了。看起来也太邪了。有人在这儿的棺材底上画了运鬼的咒，他肚子里那个是被人种进去的。种进去的？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棺材是谁送的，咒自然就是谁画的。大师且慢，贫道有件事想与大师商量。道长有何指教？接下来还有好几桩事，贫道一个人怕是跑不过来。道长是要贫僧同行，这样彼此能有个照应。况且念经超度的活计，贫道做不来。那位李秀才，道长可知道他的下落？那人是岐山道的妖人，刘家老宅的阴鬼。今日这棺材底的运鬼咒，都是他在从中作梗。至于他，贫道已经为民除害了。原来如此，道长盛情，贫僧不敢辞，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和尚佛法不入，与其放他四处乱跑抢活计，不如绑在身边。道长，接下来去哪儿？去徐家村。贫道沈回，清风观弟子，来查令儿失踪的事。道长，是专门来查我儿的。不必忙，说说那天的事就行。天是10月28，阿福在家帮我选豆种，我在灶房煮饭，一转头人就不见了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那另外2家呢？丢孩子的时候都是傍晚，都是敲没声的。县衙的人来查过，最后什么也没查出来就走了。小叔叔，你是来找我哥哥的吗？是。那天有人喊哥哥的名字了。道长别听他瞎说，那是我喊阿福吃饭了。你听见了什么？有个黑影子站在那儿喊哥哥的名字，哥哥起先没听清，走到门口去听就没回来了，也喊妮妮了。令郎可有贴身之物，比如衣裳、头发之类的？衣裳都洗过了。对了，牙齿行不行？行。我们去寻，你且在家等着。我想跟去看看。等你俩好久了，他们是？跟上。我的妈呀！别怕，是个坏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闯我院子做什么？去找这里的李正。哥哥，阿福，快来娘这儿！你干什么？
这孩子是我花钱买的。你说你花钱买的，契书呢？徐有田是谁？咱们徐家村没有叫这个名字的，村里都没有这个人，那这契书又是怎么回事？那这个张二和呢？道长，这是咱们县衙的主簿。把契书还我！这位道爷，我知你本领高强，可这人是我花了8两4钱银子买的。我一个孤孤老头，平日里就靠耍耍换下混口饭吃，孩子领回去也行，把银子还我，咱们两清。道长，不至于，真不至于，8两银子的事儿您别冲动。道有三思啊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银子我不要了，你把人带走。大概10两出头，多的算是孩子这几个月的饭钱。哎，哥哥，你回来啦！这村子还有别家买孩子吗？这个就在下也不太清楚。你是李正，一村之事你不知，谁知？回村。快走吧，送完他们还要赶路。沈道友，那张二和是县衙主簿，朝廷命官，身上有王朝气远加身，若是介入因果，轻则修为停滞，再无寸进；重则天谴加身，形神俱灭。你的意思是我不能动他？贫僧只是说，若随意打杀，会因果缠身。至于能不能动，没想到大师你居然是这种人，变通亦是道路。你这和尚不老实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只是把话说清楚了，怎么选是道友的事。大师，你那袈裟已经浸湿了，不差这一回。阿弥陀佛。说来，你们俩一个和尚，一个半道出家的车把长，这些日子是1分银子都没掏。道长，我正经的车把式。 1分银子都没掏的把式，贫僧乃是出家人，身无长物。你那佛珠是紫檀的。道长，那主簿是县太爷的人，我知道。那您还……这案子是衙门送到清风观的，是想查的人查不动，才借外力破局。那你不早说，我真怕你像刚才那样。哪样？没什么，就是刚才我还真以为您要杀了那坏人呢。实不相瞒，贫僧也以为如此。无妨，查完了，证据摆到台面上。 自然有人收拾。道长，您饿不饿？过来，把手伸出来。成了，闭眼，吃下去。 道长，这法术也太神了！这叫什么？画饼充饥，不过一门小术，撑不了太久。道长，您这画饼充饥术能不能画山珍海味啊？比如一只烧鸡，那酱猪蹄呢？卤牛肉？实在不行，您再画碗羊肉汤给我充充饥。好好赶车。